李明，你又在看你的那个小本子，你个本子上写的都是什么？我很好奇。王宇，你来了，这是我的学习计划。你看，星期一做什么，星期二做什么。哇，又是你的计划，你每天都看这个吗？你的生活里是不是所有事情都有一个计划？也不是所有事情，但是学习中文，我觉得有一个计划很好，每天做什么都很清楚。我很佩服你，真的。对我来说，学习中文有点难，我一看书就想睡觉。我觉得中文的字很难，说中文也很难。很多人都觉得难，但是我觉得中文可以很简单，真的。简单？怎么会？你告诉我，怎么能让中文变简单？可能不是中文变简单了，而是我们学习它的方法。如果我们有一些好的习惯，学习中文就会觉得很容易，也很有意思。习惯？你是说像你每天看你的学习计划，这也是一个习惯吗？对，这是一个。我们今天可以聊一聊这个话题，有哪些好习惯能让学中文变得更简单、更有意思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我非常想知道，快告诉我吧。也许我听了你的话，明天我的中文就变好了。没有那么快，学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但是好的习惯真的能帮助我们。好，那第一个好习惯是什么？是不是要每天学习8个小时？我做不到。当然不是，第一个好习惯也是最重要的习惯，就是每天都学一点点。每天都学一点点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学多久？1个小时？不用1个小时，15分钟就可以，或者10分钟也可以。真的吗？10分钟？10分钟能学什么？喝杯咖啡的时间都不够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每天都学习10分钟，1个星期是7天，你学习了70分钟。1个月呢？1个月差不多有30天，你就能学习300分钟。300分钟就是5个小时啦。哇，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很多时间。对，学习语言最重要的不是一次学很久，而是每天都学，每天都和中文见个面。和中文见个面，这个说法我喜欢，很有意思。那你每天的15分钟都做什么呢？我的15分钟我会分成3部分。第一个5分钟，我用手机上的一个 App 学习5个新汉字，不多，就5个。5个，听起来不难，我可以做到。第二个5分钟，我听一段很短的中文对话，可能就是一个1分钟的音频，我听5遍。听5遍？为什么要听那么多遍？因为第1遍我可能什么都听不懂，第2遍我可能能听到1、2个我知道的词，第3遍我可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第4遍和第5遍就是让我更熟悉他们的发音和说话的感觉。这个方法好，那我也可以试试。最后一个5分钟呢？最后一个5分钟就是复习。复习我昨天学的那5个汉字，也复习我前天学的那5个汉字，这样就不容易忘记。你的计划真的很好，很清楚，但是我可能做不到像你这样，我觉得有点像在工作。哈哈，这是我的方法，不一定适合你。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每天10分钟，你的方法可以更有意思。我的方法，我想想，我喜欢听歌，我可不可以每天听一首中文歌？这个我也很喜欢做。当然可以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听歌的时候，你可以看看歌词，有没有不认识的字？这首歌是关于什么的？你每天听1首，1个月就能听30首歌了。对，我喜欢周杰伦的歌，他的歌有点快，但是很好听。我可以先从简单的歌开始，比如一些给小孩子听的歌，像《两只老虎》。可以呀，2只老虎很好，
两只老虎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你看，歌词很简单，也很有用。跑、快，这些都是很有用的词。对，或者我也可以看一集暗通片儿，一集暗通片儿也差不多是10分钟或者15分钟。我喜欢看小猪佩奇。太好了，小猪佩奇的中文版说话很慢，用的词也很简单，非常适合初学者。你看，你不是没有方法，你的方法也很好，很有意思。只要你每天都做。你说的对，不一定要像你一样看书做计划，我可以听歌，可以看暗痛片，只要我每天都和中文见个面。就是这个意思，每天一点点，就像每天吃饭喝水一样，时间长了，你的中文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。好，第一个习惯我记住了，每天10分钟。那第二个好习惯是什么呢？第二个习惯就是想办法让中文在你的生活里。在我的生活里，我的生活里都是越南语和英语，怎么让中文进来呢？这就像交一个新的朋友，你想和这个朋友关系更好，你是不是想经常看到他，听到他的声音？是啊，如果我很喜欢一个朋友，我希望每天都能和他一起玩。学习中文也是一样，我们要让中文这个新朋友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个地方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看我的手机。你的手机？哇哦，你的手机语言设置成中文了，微信、照片、设置都是汉字。对，我每天都用手机，我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汉字。一开始我也不认识，我需要猜，但是现在我都认识了。这个方法太棒了，我也要把我的手机设置成中文，这样我每次打开手机都是在学习。是的，还有，你看我桌子上的这个杯子，上面贴了一个小纸条。我看看，上面写着杯子，你的门上写着门，你的椅子上写着椅子。哈哈，李明，你的家现在像一个中文教室。没错，我每天在家里走来走去，看到这些东西，我就会读一遍：椅子、椅子、门、门、杯子、杯子。这样我就很容易记住这些词，因为我每天都看得到，用得到。这个方法真的太聪明了，我也要这么做。我要在我的电脑上贴电脑，在我的书上贴书，在我的苹果上贴苹果。哈哈，可以，这就是让中文走进你的生活。你还可以做什么呢？你喜欢看电影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非常喜欢看电影。那你下次看电影的时候，可以试试打开中文字幕。中文字幕？可是我看得懂吗？那么多字，电影很快就放完了呀。没关系，你不需要每个字都看懂，你只要看。你的眼睛习惯了看汉字的样子，你的大脑也会慢慢习惯。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你认识的字，比如我、你、好、爱。当你听到电影里的人说我爱你，同时看到字幕上的我爱你，你就会把声音和汉字联系起来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不要求自己全部看懂，就是感受一下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就是感受，让你的眼睛、你的耳朵都常常和中文在一起。这样学习就不是一个任务了，它变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。我明白了，把手机语言改成中文，在家里贴上中文名字的纸条，看电影的时候开中文字幕，听中文歌，这些都是让中文这个新朋友住进我的生活。你说的非常好。当中文在你的生活里无处不在的时候，你学习它就会觉得很自然、很轻松。好的，我已经有2个好习惯了。第一个是每天学一点，第二个是让中文在生活里。那第3个呢？第3个习惯，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是最难的。是什么？就是
不怕说错。这个真的太难了，我就是很怕说错。我觉得我的发音不标准，我说错了，别人会笑我，所以我很少跟中国人说话。我怕他们听不懂，也怕他们觉得我说的中文很奇怪。我完全理解，很多学习中文的朋友都有这个问题。他们认识很多汉字，听力也很好，但是他们不敢开口说。对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我心里想好了要说什么，但是话到嘴边又不敢说了。其实啊，你想想，一个外国朋友，他在学习越南语，他跟你说越南语，但是他说的不太好，发音很奇怪，你会笑他吗？当然不会，我会觉得他很棒，他很努力地在学习我们的语言。如果他有说错的地方，我会很友好地告诉他应该怎么说，对不对？中国人也是一样的。当他们听到一个外国人在努力说中文，他们会觉得你很棒，很了不起。他们不会笑你的，他们会很愿意帮助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给你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。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去一家中国饭馆吃饭，我想点一个宫保鸡丁，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中国菜。我知道这个菜很好吃。是的，但是我那个时候发音不好，我说成了宫爆鸡丁。服务员听了以后愣了一下，然后笑着对我说：“先生，您是想说宫保鸡丁，对吗？”那你当时觉得很不好意思吗？一开始有一点，但是那个服务员的态度非常好，他给我拿来了菜单，指着宫保鸡丁那4个字，很耐心的又教我读了一遍。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您的中文已经很好了。”他人真好。是啊，从那以后啊，我就不那么害怕说错了，因为我知道说错了是学习的一部分，说错了别人纠正我，我反而学得更快。你这个故事让我感觉好多了。说错不是一件丢人的事，而是一个学习的机会。完全正确。所以啊，一定要勇敢的去说。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说这个多少钱，看不懂的时候可以问这个是什么。哪怕只说一个词，比如你好、谢谢、再见，都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好，我下次去中国超市，我要试着用中文问价格，就算说的不好也要说。太棒了，记住，你说的越多，你的口语就会越好。没有人一开始就能说得完美，我们都是从很多的错误里慢慢学会的。里面，我觉得你今天说的这些习惯都非常好，我已经有信心了。还有没有第4个好习惯？有，还有一个，我觉得这个习惯能让我们一直学下去，那就是找到你喜欢的东西。找到我喜欢的东西，这和学中文有什么关系？我喜欢喝奶茶，喜欢逛街。有关系，有很大的关系。你喜欢喝奶茶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超爱喝奶茶。那你可以学习一下在中国怎么用中文点一杯奶茶。比如，你好，我想要一杯珍珠奶茶，半糖少冰。哇哦，珍珠奶茶，半糖少冰，这个好实用。如果我学会了，我去中国旅游的时候就能自己点奶茶了。是的，你因为喜欢喝奶茶，所以你学习这些中文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意思，很有动力。你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，你是为了能喝到你想喝的奶茶而学习。我明白了，就是把我的兴趣和中文学习联系起来。完全正确。你还喜欢逛街，那你就可以学习一些和买衣服有关的中文，比如这件衣服多少钱？我可以试试吗？有没有大一点的？这些我都想学，因为我真的用得到。所以学习的效果就会很好。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，有的人喜欢中国历史，
那他可以去看一些简单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视频或者书。有的人喜欢中国菜，那他可以去学怎么做中国菜，看看中文的菜谱。像你喜欢什么？你通过你的兴趣学了什么中文？我喜欢中国的功夫电影，我喜欢成龙和李连杰，所以我会去看他们的电影，学习电影里的一些简单的对话。比如他们会说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们走。哈哈，原来你喜欢功夫。所以如果我们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点，学习中文就不会觉得枯燥了。是的，学习语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，有时候会觉得很累，不想学了。但是如果学习的内容是你喜欢的东西，你就会有热情，就能坚持下去。我懂了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看课本，课本很重要，但是课本外面的世界更大，更有意思。我要找到我感兴趣的东西，然后用中文去了解它。你说的太好了，王宇，就是这样，让兴趣成为你最好的老师。好了，王宇，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学习中文的好习惯，感觉时间过得真快。是啊，听你说了这么多，我现在觉得学习中文好像真的没那么难了。我今天晚上就回家，把我的手机语言改成中文。哈哈，很好。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说的这几个好习惯吧，这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能记得更清楚。好啊，你来总结，你的记忆性比我好。好的，我们今天主要说了4个能让学习中文变简单的习惯。第一个是每天都学一点点，每天10分钟或者15分钟和中文见个面。对，可以听歌，可以看动画片。第二个习惯是让中文在你的生活里，可以把手机语言改成中文，可以在家里贴上词语卡片。让中文成为我们的新朋友。第3个习惯非常重要，就是不怕说错。说错是学习的机会，不是丢人的事情，要勇敢地开口说。对，就像你的宫爆鸡丁的故事一样。是的。第4个习惯是找到你喜欢的东西，把你的兴趣和中文学习结合起来。比如你喜欢的奶茶，我喜欢的功夫电影，这样学习才会持久，有动力。总结得真好，这4个习惯，我觉得我都能做到。那就太好了。那我想问问正在听我们播客的朋友们，你们呢？你们在学习中文的时候有什么自己的好习惯吗？或者今天听了我们的对话，你最想尝试哪一个习惯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大家可以想一想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。希望我们的对话能帮助到大家。下次再聊，大家再见。再见。